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会上，昔日拳坛的传奇拳王阿里用颤颤巍巍的手点燃了奥运圣火。这个镜头的冲击是很多人对帕金森病的第一印象。除了拳王阿里，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人饱受帕金森疾病的折磨。4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凯瑟琳·赫本，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中国文学巨匠巴金，一代中国领袖邓小平等等。截止到2017年，全世界帕金森病人总数将近5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帕金森病成为近年来在中老年人群中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第3大杀手，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而我们今天所采访的人物，就是一位患有6年半帕金森疾病的病人。让我们一同来听听他与帕金森病的故事。那天看到视频啊，师傅在打乒乓啊，我想向他挑战啊。我乒乓以前在单位是第1名的，其实我敢出场的都是差不多的。我唱歌呢，在单位也是第1名，卡拉 OK 比赛，保龄球也第1名。嗨，你好。有堵车吗？现在没有堵车，没有堵啊。这有一个小阳台，从这里看出去呢特美。这是我太太专用的，因为她喜欢花花草草，喜欢拈花惹草。平时没有花言巧语的。洗碗哦，洗碗，我真的帮忙洗碗，别的都不会做了。满面的笑容，爽朗的笑声，连我们的随行记者也早已经忘记了，这是一位患有6年多帕金森病的病人。闲聊之后，卢先生看我们架设好机器后，他也开始严肃拘谨地讲起了他与帕金森的故事。我叫 Victor， 中文名叫卢一林。我以前退休之前呢，是在一家美商公司里面当经理，性格是得理不饶人，也讲道理，可是有道理之后呢，对别人不是很宽容的性格。我的帕金森病呢，是2011年1月时候发现的，到现在呢有6年半了。那时候呢，我的速度非常的慢，很慢，行动很慢，然后呢，全身没有力气，开个瓶盖都很有困难，然后呢，肌肉疼痛，晕眩，容易跌倒，然后呢，抖起来的时候你不能控制嘛，它又痛，而且呢又影响你的生活素质。我去吃那种鹿胎素，贵得要命，没有效。然后很多那个传销的健康产品啊，也没有效。然后有一些什么红外线的衣服啊等等啊，负离子的衣服啊，都没有效。所以呢，我花了很多钱，那钱还算是小事，可是没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在他哀愁于多种方法不能解决身体疾病的时候，另一个恶魔正在向他悄悄逼近。以前的好友呢，一直约见面，到外面去见面，我都推掉了，因为真的不想见人。那见人的话更惨，别人都健健康康的，自己就半死的这样子的状况啊，觉得还是不想见人比较好。每一个帕金森病人呢，都会有忧郁症。我发现自己有忧郁症的时候呢，就经常想自我了断。生病了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时常想这样，
后来我太太气的就很生气嘛，她就说，如果你真的要死，到外面死，不要在家里死，不要吓死我。每天都是钻牛角尖的，就说自己从一个那么有用的人变成一个快残障了，一点用都没有了，何必再浪费资源呢？就有尊严的去吧。时间追溯到2016年8月，我们在马来西亚 PJ 区菩提禅修宝林禅堂所记录的一段视频。就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而且很多其他的病友啊，我见到其他病友比我更痛苦的，一面为他们担心，一方面也自己很怕，没有安全感，想到可能以后的未来的某一天会像他们这样子，那就很慘啦。撞火咯，真係好撞火。我講你咁樣死啊，我點樣啊？我講我哋 keep on looking for other way。终于有缘就遇上了菩提禅修，机缘是龙泉禅堂的一位师姐叫周胜的，从很严重的帕金森呢好转了，而且现在准备去跑马拉松。我和 Mr. Ong 听到这个消息呢，就赶快联系周胜师姐，在电话上跟她聊过了，她说来学习菩提禅修一定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半信半疑。对，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菩提禅修嘛，反正我是找方法嘛，但有人觉得 OK， 那我们就去辅房试一试。2016年12月，在宝林禅堂，我们再次见到了卢先生。和他一起来学习禅修的还有另外2位帕金森患者。这次的访问距离他第一次参加禅修课程已经有6个月了。在这6个月不间断的禅修中，他和他的帕金森病友们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是六年半的帕金森。帕金森呢是让一个人呢手 movement disorder， 就手脚行动不方便。可是呢，我就是想 challenge， 6年半的帕金森呢还可以跳舞，而且跳很快的牛仔舞。多年的帕金森病症让他举步维艰，甚至不想出门见人。而今天，如果不是亲眼见证，连我们都很难相信，眼前跳着飞快牛仔舞的人，竟然是一位6年半的帕金森病人。禅修，健康快乐，一体两面，因为心情可以影响身体嘛，身体也影响心情嘛，相辅相成。你看我还稍微有点抖，可是已经进步很多了。问老师，前几次我站在他旁边都抖得比较厉害，现在比较少了。帕金森病症的进步有2个啦，一个是那声音，因为帕金森病人的通常大概应该是98%的，他的声音会慢慢变小。我的是来了这里就变大声，我喊很大声的。我是大声公，我是大声公。其实我在2016，就是今年开始的时候，走路情况就比较不好。所以来的时候是拿住那拐杖，或者要扶住我的保姆了。走路会东倒西歪的。然后第2天或第3天，突然间可以走得很好。Mr. Ong 我就看到很明显，因为他第一次回来我们的 association 参加活动的时候，看到他就是脸就很灿烂 ，radiant， 容光焕发有那个 glow，而且他走路也很明显的有进步了。讲话最重要是讲话真的是很大声，以前他跟我讲话，我每次都听不到他讲什么，每次都不好意思，就叫他再重复。
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就讲到很响亮，每个人都发觉的，所以那个就鼓励我，算是一个鼓励，我就来咯。或许是多年相同的疾病，让这些病友们有了共同的话题，同时也成为了禅修路上彼此的依靠和见证者。在这次交谈中，我们得知，这群帕金森病人在网络上建立了一个帕金森病友群，用网络来帮助和鼓励更多帕金森病人。而且他们在线下也组建了一个禅修病友会，每周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禅修，分享自己的禅修故事。我们病友会呢，每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呢，2点开始到4点半呢，在巴生龙泉那边有个聚会，就是大家一起修炼，而且一起提出问题，一起来参考解决。现在病友群大概有15位，我们欢迎大家那个帕金森病友呢都能来参加我们。我们第一次上那个8天半呢是7月23号，2016年，到今天呢大概接近1年了。我上了7次的那健身班，1次2级念佛班，总之不让他停，一天也没有停止修炼。信心已经增加了100，信心100，好像呢性格上也有改变，比较宽容了，比较慈悲了。然后我一直上了好几次的健身班啊，就觉得自己的性格都变了。以前的得理不饶人呢，现在变得很宽容，而且比较慈悲。2017年4月份，菩提禅修在马来西亚 MAEPS 所举办的浴佛节法会上，面对着台下5000名的嘉宾，这群帕金森病友走上台前，积极地分享着他们抗击帕金森病魔的故事。从去年的7月23到今天4月23，这9个月以来呢，我很用心的修炼，所以身体慢慢的好转了，然后抑郁症也好了。菩提禅修除了身体好转之外呢，我的性格也改变了。有一次我上课，应该是念佛班，突然有一个念头就冲上来了，如果帕金森这个病明天能够从地球消失消散的话，那我今天我愿意承担所有帕金森病人的痛苦。帕金森，帕金森，我征服你。一个人7次禅修健身班，365天不间断的修炼，10几位帕金森病友的网络群体，5000人会场上的分享，一份愿帮助全世界500万帕金森病人的愿望。以一灯燃百灯，百灯燃灯千千万，这份慈悲的传递，就是菩提禅修。